越过现实的海，抵达想象之外。大家好，这里是星域。今天我们要穿过星际之门，回到3600年前的三星堆古蜀国都城，去看看惊艳世界的黄金面具与青铜古树曾怎样闪耀，又曾寄托着怎样的信仰。让我们出发吧。当我们跨出光晕，脚下是坚实的黄土，风里带着木柴燃烧和金属融化的呛人烟火味。夕阳的余晖正好打在前方巨大的夯土城墙上，墙面涂着耀眼的白灰。这里是都城北部的作坊区。一个赤裸着上身、肌肉结实的壮汉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他肩上扛着一整根比人还高的银白象牙，沉甸甸的压得他步伐沉闷。顺着他走出的方向，路边一座半地穴式的工坊里炉火正旺，一个头发盘成高髻的工匠正低着头，手里攥着兽皮和细沙，用力打磨着一个刚刚铸造好的青铜鸟头。没有我们在博物馆里看惯的那种深沉绿锈，这件新生的器物正在夕阳下折射出如同纯金般极其刺眼、极其夺目的黄亮光泽。工匠吹去表面的浮灰，满意的把脸凑近光可见人的金属表面，照了照自己清晰的倒影。我们绕过火炉，走上宽阔的主街。路边的水沟旁，几个小孩子正拿着废弃的碎玉块打水漂，溅起金色的水花。几位穿着粗糙麻布交领长衣的妇人正在家门口冲迷。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的长相就是极其普通的亚洲面孔，绝非什么天外来客。只是他们的耳垂被沉重的青铜耳环拉得有些长，脸颊和额头上还用鲜艳的朱砂画着古老的图腾彩绘。他们一边干活，一边用一种语调奇特、宛如鸟鸣般的语言互相交谈着。这充满生活气息的古蜀语正被远处高台上忽然传来的一阵低沉号子声慢慢盖过。顺着那阵低沉的号子声，我们脚下的黄土路开始有了微微的坡度，渐渐向上延伸。两旁的建筑也从半地穴的茅草屋变成了用粗大原木架空的干栏式大屋，这些建筑的柱子都被涂成了极其显眼的朱红色。我们已经走进了城中贵族和祭司们的居住区，空气里少了烟火气，多了一股燃烧某种植物树枝的奇异暗香。街角处，一个妇人正坐在简易的织机前，双手灵巧地穿梭织造着黑红相间的华丽丝绸雏形。旁边宽大的院门被推开，一个身材修长的贵族迈步走出，他身上穿着饰满了云雷纹和巨大眼状花纹的丝绸长袍，头发编成复杂的长辫，用一根精致的骨簪高高地盘在头顶。这位贵族行色匆匆，没有在意路边的我们，径直走入前方一座半敞开的亭台建筑。我们跟在他的身后，踏上木质阶梯走进内部。亭子中央的木案上摆放着一尊神像，青铜的身躯上戴着一面极其耀眼的黄金面具。几个工匠正围在四周屏息凝神，其中一人手里托着一张薄如蝉翼的纯金箔片，他正小心翼翼地把金箔贴附在另一尊青铜人头的面部，用一根圆润的骨雕工具一点点压平眼部的轮廓，顺着高挺的鼻梁将金子压实。这金面具极其服帖，没有一丝出土时的褶皱与破损。戴上金面的那一刻，原本空洞的青铜双眼瞬间迸发出一种令人不敢直视的威严感。亭台外突然传来一声浑厚悠长的牛角号音，穿透了整座城市的喧嚣。
夕阳的下半轮已经触碰到了地平线，把天空染得如同滴血般鲜红。街巷里所有干活的平民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不约而同地转过身，面朝城市正中那座巨大无比的夯土高台。高台上的神庙剪影正好挡住了太阳的余晖。我们顺着静默的人流来到高台脚下，开始攀登宽阔的泥土台阶。台阶两侧堆满了白森森的粗大象牙，每一层边缘都架设着巨大的青铜燎炉，守卫正将油脂泼入炉中，燎炉瞬间燃起冲天的烈焰。踏上高台顶端，眼前是用平整石块铺就的宽广广场，数百名贵族和平民代表密密麻麻地跪伏在地，没有任何人发出声音。广场一侧还矗立着一尊高得惊人的青铜大理人像，高冠大耳，长身直立。他双手一上一下，正紧紧握着一根银白而粗大的象牙。这不是普通塑像，他更像古蜀人留在人间的一位永恒祭司，替整座城池守住权力，祭祀与神灵之间那条看不见的通道。广场尽头矗立着神庙巨大的圆木大门，门前站立着一位地位极高的大祭司，他的脸庞完全隐藏在一张厚重华美的黄金面具之下。火光中，他双手紧紧握着一把纯金包裹的权杖，那绝不是什么脆弱的文物，而是一件真真正正象征绝对权力的实物。上面雕刻的飞鸟、游鱼和羽箭，纹路极其锐利，锋芒毕露。侍从将一件长长的丝绸大长小心披在他肩上，祭司将金杖高高举起，前方沉重的神庙大门在低沉的木材摩擦声中缓缓敞开。一股混合着浓烈香料味和灼热气息的强风从幽暗的神庙内部猛然涌出。我们穿过跪拜的人群，跟随着祭司跨过极高的木质门槛，走入这神秘的圣所。内部的空间高大的令人窒息，头顶是纵横交错的粗壮原木梁架，墙壁上满是跳动的火光，而在大殿正中央，正好对着屋顶一方巨大天井的位置，矗立着这整座城池的核心，那是那棵高达近4米的青铜神树。它不是死气沉沉的暗绿色，而是展现着青铜刚刚铸造出来时那种最具爆发力的金黄原色。在四周无数火光的映照下，整棵巨树仿佛在发光，枝桠宛如活物般向外肆意舒展。我们不由自主地走上前，被这件神圣器物的宏大与精细彻底震撼。巨树的根部稳稳盘踞在3座青铜铸造的神山之上，那上面甚至还能清晰地看到工匠们费力敲击与榫接的细微金属凿痕。顺着向上蜿蜒的树干看去，那些向下垂落的柔韧枝条上挂着的不仅仅是青铜铃铛，还有大量色彩鲜艳的真实丝绸布条。微风穿过大殿，末端绑着的巨大玉璧在半空中轻轻摇晃，碰撞出清脆的声响。突然，头顶传来一阵扑腾翅膀的声音。我们抬头望去，几只羽毛极度华丽的火鸟竟然正栖息在这些金属枝桠间，它们婉转地鸣叫着，声音与玉石金属的碰撞声完美交织。这棵树是完完全全活着的。太阳的最后一丝余晖消失，夜幕顺着屋顶的天井彻底降临大殿。大祭司缓步走到中心地带，走到神树底座前方，将那把象征权力的金杖紧紧地握在手中。周围的祭司们围拢过来，开始发出极低沉又极具节奏感的和声吟诵。
大祭司猛地向后仰起头，脸上的黄金面具在火光中折射出一种近乎狂热的冷峻。大殿四周摆放的那些带有夸张纵目面具的神像，在这一刻仿佛全部苏醒了。他们那向外极度突出的眼睛根本不是在看书，而是在拼命地向上仰望。我们跟随着那满堂黄金面具与青铜神鸟的视线，顺着神树笔直的主干向上望去。透过屋顶四方的天井，璀璨的银河正毫无遮拦地悬挂在深邃的夜空中。在这一瞬间，三星堆所有的荒诞与夸张都在这片星空下获得了最完美的逻辑闭环。那些夸张到极点、向外突出的巨大眼睛和顺风耳，是他们打造的宇宙接收器。那把金光闪烁的权杖和这棵直通屋顶的青铜神树，是他们竖起的文明天线。在这个人类还无法理解宇宙浩瀚的时代，古蜀人穷尽了整座城池的财富，用最璀璨的金属铸造出这台绝对信仰的机器。他们正拼尽整个文明的全力，试图听懂来自深空神明的低语。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我们下期再见。